真千金回归后，作为假千金的女孩主动提出离开，却被真千金一把拉住。妹妹怎么能走呢？这里就是你家，你哪里都别想去。原来真千金是重生的，上辈子她被突然的富贵遮蔽了双眼，不仅没有阻止女孩的离开，还对女孩语出讥讽。但最后，在她被渣男未婚夫和小三谋取家产，活活饿死时，是女孩帮她报仇，将渣男的恶行公之于众。但结果女孩却因此被渣男劫持，和渣男一同坠入大海。明明女孩不仅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还即将和金圈太子爷结婚，却因为插手她的事情遭遇横祸。好在她重生了，这次她要为女孩保驾护航，让女孩在娱乐圈顺风顺水。至于那个害死他们的渣男和贼女，他保证他们一个都跑不掉。第二日，沈家立马召开了记者发布会，宣布沈清竹的身份。而沈念初在沈清竹的强烈要求下，成了沈家的二小姐。在记者发布会结束后，段嘉文这位就来了。他们可不信沈念初是真千金。再次见到段基，一股强烈的杀意从沈清竹身上溢出。一旁的沈念初看着沈清竹的样子一惊，下意识握住了沈清竹的手，语带关切：“姐姐，你是不是生病了？昨夜没睡好吗？”听着沈念初关切的话，沈清竹鼻头一酸，她的念初真是个完美的美人。我没事，念初昨晚确实没睡好，不打紧，等习惯了就好了。不远处的段基看着他们，心里很抗拒这个婚约，不过碍于财政大权在父母手里，沈念初也确实长得好看，才没有反对，大不了在外面再养几个。可谁能想到，联姻近在咫尺，竟发现她是假千金。联姻本就为了商业合作，假千金怎么可以？父母说要改换联姻对象，他理解，但是很郁闷。沈清竹长得也很漂亮，但是攻击性太强，他很不喜欢这样的女人，不好拿捏，而且他总感觉沈清竹看向自己的眼神中有些不太友好的目光。沈家父母已经和段家父母交流完，脸上带着几分薄怒，他们还没来得及询问一下两个孩子对于这场联姻的意见，段家就火急火燎上门了，而且话里话外都带着对他们两个女儿的嫌弃。原本就是害怕念出一个人太累，所以才找的联姻对象，现在青竹回来了，她们姐妹两个关系好，以后彼此依靠，干脆不要这联姻也罢。想到这里，沈父沈母强压下心里的不快。沈母扬起笑脸，对着不远处在楼梯口窃窃私语的姐妹二人招手：“青竹、念初，来，爸爸妈妈有事要和你们商量。”沈念初拉着沈青竹走过去，坐在了沈母旁边。他知道段家是因为联姻的事找上门来的，不知道姐姐会不会难以接受和别人订过婚的男人。沈母见到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女儿，眸色渐深，段家的臭小子配不上他的任何一个女儿。还没来得及开口，沈青竹就率先开口了：“爸爸妈妈，我听说以前你们给念初订了一个婚约，不是我说，现在什么年代了，还讲究包办婚姻？”念初见到他眼里根本没有欣喜，我看他也不对眼，这婚约我不同意，反正某些人也看不上我们。听着沈青竹的话，沈父沈母眼前一亮，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没想到青竹和他们心有灵犀。沈念初眼睛一亮，姐姐说的话当真说到了他心坎上，从始至终他都不喜欢这场婚约，只是碍于父母定下了才不好拒绝。原来是可以直接说不的吗？段父段母听到这句话瞬间脸色铁青，而段基则是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如此嫌弃。作为段家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走到哪里不是被哄着跑着。段基皱着眉，强忍着不快开口：“段小姐，我们只是第一次见面，你就语带嘲讽，把沈某贬得一文不值，这话是否太过没有教养？”他还想着自己的话会让沈青竹感到难堪，沈青竹只是附和，全然一副混不吝的样子：“啊，对，我没有教养，从小我就是被养父母教养惯着的，他们去世后，我一个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无依无靠。你口中所谓的教养，我没学会，也没有人教，我只学会了实话实说。怎么，这年头实话都不许人说了？”段基闻言，眉头深深皱起，忍住想暴怒的冲动，毕竟他还需要联姻来巩固地位。他早都想好了，先联姻，借段家的事拿到段家股份，等他站住脚，掌握段氏集团之后，段家还不是随意拿捏？得不到回答，沈青竹也不恼，看着眼眸渐深的段基，心中冷笑：死渣男又在算计了。呸！还当老娘是前世的大冤种吗？这一世老娘要你下地狱！沈父忙出口打破寂静：老段啊，你看，不是我们段家对你们有意见，实在是这婚约我们无法进行下去。青竹这些年一直在外面，我们对他亏欠太多，为了弥补，对于他往后的人生，我们不想插手过多，只要他开心就好。而念初呢，虽然我们养了他很久，但到底不是亲生的，他也成年了，有自己的考量和打算，我们怎么好再去干预？你们也是看着念初长大的，知道他一直以来的爱好都在表演上。以前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不得已放下梦想，现在我们有了青竹，也不打算干预他的选择了。他还年轻，有个未婚夫会阻碍他的演艺生涯，这婚约还是退掉吧。段基先急了，没了婚约，他怎么拿到股份掌管段氏集团？他直接站起身，语气急切：沈伯父，这婚约不能退。我知道沈小姐刚刚回家，接受不了我这个和别人有过婚约的人，我也不想更换联姻对象。我和念初可以隐婚，而且念初是去做演员，又不是爱豆，谈恋爱和结婚不会影响他。他话还没说完，沈青竹就蹭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反手就是一巴掌：喝点马尿你是心高气傲，窥伺念初你是生死难料，别以为爸妈和念初不知道，你就能糊弄他们。今天我还就不给你留面子，当着你爸妈的面，我们说清楚。沈青竹停顿一下，看向客厅中因儿子被打站起来的段父段母，语带嘲讽：你们也知道，我回家之前做过不少工作，别人不知道，我可是门清，你们这些富家少爷，包养女明星大学生的不在少数。段基眼中立马浮现一抹惊慌，他怎么会想到这位真千金知道他的老底？难怪他从看见自己第一眼就用那种饱含敌意的眼神。完了，今天就不该来。沈青竹继续说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那当然是因为你，段家大少爷段基。我没记错的话，就在昨天，我在处理那间充满气息的房间时，发现开房时使用的
身份证就是你这位段家大少爷的。听到这话，沈念初当即不可置信地看向段基，没想到他的联姻对象竟然如此大张旗鼓地带着别的女人去酒店。他不敢想，要是这一切没有爆出来，他这一生是不是都要毁在这个男人身上？沈清竹握住了他冰凉的手，别怕，姐姐在，你不会嫁给这种东西，他不配。沈父强压下怒火，直接下了逐客令，我们沈家的女儿绝不嫁给这种人。我沈爱国直接单方面宣布，和你们段家的婚约到此为止，带上你们的垃圾儿子滚出我家。段父段母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只得灰溜溜地扯着段基就走。臭小子，看回家老子怎么收拾你！到了大门口，段基才如梦初醒，转身对着沈清竹道：“段小姐，这是误会，那怎么可能是我？我可以解。”看段基还敢开口，沈清竹直接上前一巴掌扑上去，直接给杵在门口的人扇了出去。什么玩意儿，烂黄瓜一根！我们沈家庙小，恕不招待。说完也不给他再次开口的机会，哐当一声把门关上，赶走了段家人。几人再次坐了回去。本来他们就是要商量两个人的未来，结果沈清竹和沈念初还没下楼，段家就找上门来了。沈父清了清嗓子，率先开口：“念初，爸爸妈妈知道你一直喜欢演戏，以前为了公司，我们迫不得已让你把精力都放在金融上。现在青竹回来了我们私下问过青竹，他说他喜欢赚钱，也愿意学着接手公司，所以我们想着要不把公司交给青竹，你放心去娱乐圈追逐你的梦想。当然你要是想接受公司也可以，看你们商量着来，怎么样嘛？”沈念初闻言眼中有光芒亮起，语气里都带了几分急迫。真的吗？爸妈愿意让我进娱乐圈了？沈母眼眶红红，她其实不想沈念初进吃人不吐骨头的娱乐圈，那里面水太深了。可是沈念初喜欢演戏，念初我们是同意，不过你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沈念初闻言忙不迭点头，他没想到自己还会有实现梦想的一天。看着沈母一副担心的模样，沈清竹拉过段母的手，轻声安慰：“妈妈完全多虑了，只要念初背后有我们段家撑腰，她在娱乐圈就不会太过困难。挫折或许会有，但是不经历风雨如何能见彩虹？念初热爱这样的生活，那么就算苦点，她也是快乐的。”沈念初赶忙认真道：“妈妈，姐姐说的对，我还有你们，而且我会保护好自己的。我喜欢演戏，我愿意为了我的梦想去打拼，请你们相信我。”沈母眼神这才舒缓下来，于是沈清竹转头看向沈父：“爸爸，我愿意接手公司，可是对于经商，对于公司业务，我并不熟练。在接手之前，我需要多加学习历练。在那之前，劳烦爸爸继续掌握公司，辛苦爸爸。”另一边，段父回到段家别墅后大发雷霆，直接给了段基一巴掌：“逆子，你真是无法无天了，竟然直接光明正大带着女人去开房，还被沈家人知道，现在段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你给我滚回自己的房间去反省，你手头的工作我会交给你弟弟，至于你继承人的身份，我也要重新考虑了。”回到自己房间的段基在房间里大肆打杂，该死，怎么就被沈清竹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回来？突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他看着亮起屏幕上熟悉的备注，本想直接挂断，却又想起了什么，他笑了，笑得不怀好意，点击了接听。喂，丽丽，帮我做一件事。沈念初眼眶红红的看着沈清竹，语气哽咽：“谢谢你姐姐，明明是我占了你的身份，现在还劳你处处为我着想。”沈清竹伸手擦掉沈念初眼角的泪，哭什么？不许哭，我是姐姐，照顾你是应该的。当初你的父母还在时，把他们能给的最好的全部给了我，现在他们走了，沈家就是你的家，我和爸妈都是你的亲人，你放心去追求你的梦想，我们会在背后一直支持你。沈清竹说着，想起前世，沈念初没有任何经验，就一头扎进娱乐圈，结果碰上了无良公司和经纪人，最后更是险些失身，还好被顾烨所救。于是目光炯炯地盯着沈念初：“月，娱乐圈坏人很多，你不要剃头挑子一头热，不做被调就扎进去。经纪公司和经纪人一定要选好，知道吗？”沈念初有些迷茫，不过知道他是为自己好，忙点头应下，交代好沈念初。沈清竹立刻从车库随便开出一辆车出门，他要去找把沈念初当白月光的顾烨，他需要盟友，毕竟自己对管理公司并无经验，而顾家旗下的集团却是娱乐圈的龙头。他不算聪明，但是他会抱大腿，他决定赌一把，直接跟顾烨挑明一切，借他的势，开他的局。此时一袭西装的顾烨坐在办公椅上，脸上写满不耐：“沈小姐，如果我没记错，此前我们并未见过，你刚刚回归沈家就来找顾某人，是有什么必须要说的事吗？”来之前沈清竹便有了心理准备，顾烨此人说话极不留情，点满了毒舌属性，所以前世他帮助沈念初，以为自己是在追求他，但是沈念初却认为是想包养他，因此一直拒绝他，经历了很多挫折才走到一起，可是最后却因为妹妹帮自己报仇，导致两人天人相隔。想到这里，沈清竹鼻头一酸，再次看向自己的准妹夫，眼里就带了泪花。看到沈清竹哭了，顾烨坐不住了，满脸慌张地指着他躲在了椅子后面：“喂，你要哭出去哭，不知道的还以为小爷怎么你了，我可没碰你，别来碰瓷。”看着顾烨的举动，沈清竹绷不住了，硬生生把眼泪逼了回去，忘了顾烨现在还没毕业，只是一个毒舌的清澈大学生而已。可是他人已经来了，还是决定明说，毕竟顾烨可不是蠢人。顾烨，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我没有骗你，你可以去查证，这次我不想因为我的愚蠢再让你和月天人两人了。顾烨在听到沈念初的名字后，眼里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暗芒，然后立马恢复了清澈大学生模样。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你极恨学姐占了你的身份，但这不是她主观造成的。再说了，我听说她自己说了要离开，是你不同意，现在又莫名其妙来我这里咒她。
顾烨话没说完，被沈清竹直接打断。顾烨，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证明给你看。今天晚上微博上就会出现当红影帝婚内出轨，在酒店上演多人运动的热搜。良久，顾烨坐回了办公椅，用一种意味不明的眼神看着沈清竹。所以，沈小姐专程来告诉我这些，是为了什么？如果你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我想你将很难完好无损的走出盛世集团大门。沈清竹走出盛世集团大门时，身边多了一个打扮得体的男人，齐胜，前是顾烨身边最得力的下属，没想到这么早便跟着顾烨了。沈家别墅玄关处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沈念初停下打字的双手，看向推门进来的沈清竹，却看到他身后有一个陌生男人。姐姐，这位是？沈清竹一边唤醒，一边招呼齐胜进来。月月，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找来的外援。爸爸说让我学习管理公司，但你也知道，我没接触过这些。为了不让爸爸失望，我就去找了外援。别看他年轻，可厉害着呢。我费了很大功夫，才成功把人借过来。在沈清竹解释时，跟在他身边的齐胜正不动声色地打量坐在桌前的女人，很漂亮，看起来也很单纯。随即震惊地发现，女孩的手腕上竟然戴着一串黑色的无患子手环，与她顶头上司顾烨手腕上的那串几乎一模一样。虽然做工粗糙，但是 boss 却很珍视她。想起之前偷听到的话，他瞬间了然，这就是 boss 朋友口中那个被 boss 暗恋了数年的学姐。难怪 boss 会把自己派到一个明显脑子有问题的女人身边。沈清竹已经坐在了沈念初身边，瞥了一眼沈念初的电脑界面，他眉心微微蹙起。这是你最终决定签的经纪公司，这家公司你不许签。沈念初被突然抱起的沈清竹吓到，他不明白，从回来就一直很好说话的姐姐，为什么突然发脾气？沈清竹当然生气，前世就是这家公司让沈念初受尽苦楚，差点失身。沈清竹强压下心头的火气，耐心的解释：月月，这家公司我了解过，他们对于手下艺人的收入剥削很严重，还会将艺人推出去，用身体换资源。乖，咱们不签这种公司。一旁支着耳朵偷听的齐胜听到沈清竹说那个疑似 boss 暗恋学姐的女人要进娱乐圈，瞬间来了精神，天赐良机，这要不替 boss 把人拐进自家公司，都显得他这个总裁特助不称职。他状似无意开口，不好意思，冒昧打扰，我听到两位小姐在谈论公司艺人之类，是想要签约娱乐公司吗？如果这位美丽的小姐想要签娱乐公司，或许可以考虑一下星途公司，我拿人格保证，娱乐圈找不出第二个能比星途更加良心有前途的娱乐公司了。沈清竹闻言，眼前一亮，他把齐胜带回家，就存了让他开口帮沈念初进星途的打算。不仅资源很好，而且最关键的是，星途是盛世的子公司，而盛世的唯一继承人是顾烨。沈念初要是进了星途，绝对是星光璀璨，一路长红。想到这里，沈清竹目光灼灼，齐特助，你看我们家月月，外貌条件这么好，才艺更是从小接触，你看他如果想进星途，困不困难？迎着女人热切的目光，齐胜不自在的移开眼，我给 boss 打个电话，方便问问这位小姐叫什么吗？方便方便，怎么不方便？这是我们沈家二小姐沈念初。见两人说完，沈念初才低声开口，姐姐，算了吧，星途那种公司怎么会收我这种还没进圈的纯新人呢？怎么不会？月月你这么好，值得最好的公司，你瞧好了。打完电话，他带来的绝对是好消息。在沈家姐妹窃窃私语时，齐胜已经把这边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电话那头的顾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进娱乐圈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沈清竹，亦或是沈家的意思？齐胜看着沈念初发光的眼神，淡然开口，是沈念初小姐自己的意思，让她进，分给严琛，告诉她不用优待，就按照新人的资源分，她不喜欢不劳而获，让她靠自己的实力一点点上升。但有一点，给她说清楚，沈念初是我看上的人，别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沾染她分毫。齐胜挂断电话，勾起一抹浅笑，猜对了，果然是 boss 暗恋的那位，嘿嘿嘿，以后有拿捏 boss 的人了，以后老大发怒有挡箭牌了，嘿嘿。他带着职业微笑，沈念初小姐，我们 boss 同意你进星途，什么时候有空，我带你去星途的公司把合同签一下，越早签订合同，好越早安排你的工作。沈念初闻言，迅速站起身，现在就可以，请稍等一下，我去换身衣服。沈念初真觉得像做梦一样，竟然真的能去星途。随后齐胜就开着车，载着沈念初和沈清竹出发，阳光明媚，适合出行。在齐胜的带领下，沈清竹和沈念初畅通无阻的到了8楼星途的会客大厅。一个打扮时尚的中年男人已经等在了会客厅，出于礼貌，他招呼两个女孩坐下，随后拽着齐胜出去，你最好给我解释解释，明明 boss 给我发的信息只让我带一个新人，结果好吗？你一下子给我带了2个来。齐胜理了理被拽得起了褶子的领带，不紧不慢的开口， boss 确实只让你带一个人，另一个人是我带过来的。齐胜话还没说完，严琛立马炸毛了，一把抓住他的领带，你小子明明知道老子被伤透了心，只打算退居幕后，带新来的经纪人，愿意接下 boss 安过来的人，已经是看在他是老板的面子上了，结果你小子竟然以公谋私，给 boss 干活的同时夹带私货。齐胜忍不住发火了，拍掉严琛的手，严琛，你可以说我这个人不厚道，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职业道德，我什么时候以公谋私，夹带私货了？你这个暴脾气什么时候可以改？听我说完 OK。 严琛点了点头，不再动作。齐胜满意的理了理衣服，才继续解释，你要带的新人是沈家的二小姐沈念初，她喜欢演戏，想进娱乐圈，而 boss 一直暗恋她，正巧沈家没有娱乐相关的产业，这才被 boss 捡了个漏，把人弄到了自家公司。而另一个是她的姐姐，是我要的任务对象沈家的大小姐沈清竹，她好像知道些什么，这才劝动了 boss 帮她。不过我合理怀疑，是因为沈清竹是真千金，而沈念初是假千金， boss 担心沈清竹做什么危害到沈念初的事，才让我以帮助她的名义待在她身边，名为帮忙，实为监视。我这么说你懂了吗？大傻春。严琛一脸惊诧，
还在回味刚刚齐胜话里说的是不得了 ，boss 竟然有喜欢的人，还是没追到手的暗恋。呦呦呦，逮到这小子的软肋了，以后他再以老板的身份让我带艺人，我就有理由拒绝了。老子再给你带媳妇，老子分身乏术，老子除了给你媳妇安排工作，其他啥也不管。哇咔咔咔咔咔，看着言琛从惊诧再到嘴角扬起诡异的笑，齐胜没忍住，给了他一个暴力。行了，收起你猥琐的笑。沈念初小姐不知道 boss 喜欢她，甚至可能都不知道 boss 是谁，别在她面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别让那些肮脏的东西沾染她分毫，懂了吗？齐胜，你这话说的，老子带的艺人，什么时候需要靠那种关系上位了？我言琛只带为梦想、为金钱、为名气、影响力努力奋斗的艺人。当然，我没有说沈念初小姐不好，毕竟是 boss 喜欢她，她指定压根不知道有个颠公默默关注她，哈哈哈哈哈哈！言琛 ，boss 知道，你觉得她是颠公吗？言琛擦了擦眼角笑出的泪水，站直了身子。那当然是不知道，我能让那小祖宗知道，他不得把我一层皮。齐胜，你不会去告密对吧？我也没说错啊 ，boss 年纪轻轻，玩得比他爹还狠。齐胜没回答，只凉凉瞥了他一眼。行了，收起你的癫样，我不会去告密，但要是你在沈念初小姐面前说了什么，妨碍了 boss 的情路，我保证 boss 真的会扒你一层皮。言琛满不在乎，放心，我不傻，我巴不得 boss 追妻成功，到时候我就是老板娘的经纪人了。走吧，刚刚没注意，让我仔细看看哪个是未来老板娘。齐胜走到沈念初身边介绍道：“沈念初小姐，这位是言琛，星途经纪人中的翘楚，我已经打好招呼，以后就由他负责带你，剩下的事宜你直接和他商量就好。”齐胜说完，看向沈清竹，沈清竹小姐，这边交由言琛负责，剩下的事就不需要我们了。为了尽快完成 boss 交代的任务，我们最好今天就去沈氏集团，尽快熟悉上手。你这边有什么困难吗？闻言，沈清竹迅速起身，没有，我们现在就去。月月，你和严经纪人商量吧，我们先走了。偌大的会议室只剩下沈念初和言琛两人。出于礼貌，沈念初站起身，对着言琛伸出手：“严先生您好，我是沈念初，以后就是搭档了，还请多多指教。”听到沈念初的话，言琛才从经验里回过神，和沈念初握了握手。旁的不说，沈念初的外形是真优越啊，姓顾的小子真会挑。因为上一个艺人的背刺，他本不想再带新人，接下沈念初是迫于顾业这个 boss 的强烈要求。可现在看着面前笑得眉眼弯弯的沈念初，他又燃起了动力。这么好的苗子，只要他愿意努力，他有信心带着他走向国际舞台。哪个经纪人不想带出一个国际巨星呢？他不能因噎废食，他得努力撕资源，把沈念初送上国际巨星的宝座，让顾业那小子追不上才好。想到这里，他带上了挪移的笑。沈念初小姐你好，坐，我给你看看合同，一切安排，等敲定合同我们再说。沈念初接过合同，越看越惊讶，这份合同竟然处处为他着想，这样的合同根本不像是给新人的，更像是为了将那些已经名声大噪的艺人挖来自己公司所让步给出的一般。他的变化当然没能瞒过在一旁观察沈念初的言琛。怎么了，沈小姐？是对合同条例有疑问吗？严先生，合同条例没有问题，只是这份合同给出的条件方方面面似乎并不是一个新人所能拥有的。言琛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喜悦。理论上是这样，但沈小姐不是一般的新人，我看过沈小姐的资料，A 大的高材生，同时兼修金融与表演，每一门理论课和专业课都是同年级的第一。而且沈小姐或许自己没有意识到，你的外形是娱乐圈所缺少的。沈小姐只要认真努力，未来就是一片光明璀璨，星光闪耀。言琛顿了顿，坐直身子，我认为沈小姐的外形是被造物主所偏爱的，那么这份看起来被偏爱的合同放在沈小姐身上似乎也很合理。这确实不是言琛瞎说，也不是因为沈念初是被顾业安进来所给她的优待，这都是沈念初自己赚来的。毕竟沈念初自身有这样的能力和优势。听着言琛的话，沈念初沉默了。他一直认为能进星途是他运气好，没想到自己在星途这边看来竟然值得投资。他不再多问，拿过一旁的签字笔，在两份相同的合同上一一签下自己的名字。严先生，合同已经敲定，现在可以讨论工作了吗？言琛面带笑容的收起合同。当然，沈小姐跟我来，我带你去你的休息室。跟着言琛来到21楼，随着房门的推开，一间宽敞明亮、五脏俱全的艺人休息室映入眼帘。在屋子最显眼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剧本。看到剧本，沈念初眼里亮起微光，没想到星途办事效率如此高，他今天刚来签订合同，就已经准备好了剧本。